如何从全球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回看中国文化的存在？为什么阿姨说中国是人类文明的洼地？在和其他各文化的比较中，为什么中国文化具有浓郁的原始特征？今天我们开始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在这本书的整体知识结构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之所以选择这本书，首先是想解除学校教育中给我们的头脑灌输的那些毒素，尤其是政治课和历史课。在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基础的认知的时候，这些课程首先给我们安装了一套错误认知世界的模型，从而形成了我们的狭隘和偏执。其次，是想从历史的纵向和各文化间横向的比较，来认识到中国文化并不是像教科书给我们洗脑的那样，认识到中国文化并不是神圣的、优良的。实际上，中国文化是原始的、愚昧的。复杂的论证咱们不说，想想刚刚过去不太久的3年武汉疫情，给各种物体做核酸，锁住楼道的大门，不让孕妇进医院，从而引起孕妇的死亡等等等等。这些充分地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始和愚昧。中国文化它只是处于世界各文化间的中下等水平。读这本书就是想通过书中各个具体的细节横向对比到中国，然后给中国文化祛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能因为身在粪坑就天然认为屎是香的。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由内而外做更好的自己，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前言：耶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很不相同的。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13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着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关于这些差异的由来，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25年前以一种简单的个人形式向我提出来的。1972年7月，我在新几内亚这个热带岛屿的沙滩上散步，当时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在这之前，我已经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这时候他正在这个地区旅游。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们在一起走了1个小时，始终在交谈着。耶利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他的眼睛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他充满自信地谈论自己，但他也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且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我们的谈话从当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及政治事态的迅速发展开始。耶利的国家现在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时仍然是联合国的一块托管地，由澳大利亚管理，但独立已经是迟早的事。耶利对我说，他的任务就是使本地人做好自治的准备。过了一会儿，耶利话锋一转，开始拷问起我来。他从来没有去过新几内亚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但他却有着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对新几内亚鸟类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这些工作拿多少报酬。我就告诉他，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不同种群的鸟是如何移居新几内亚的。接着他又问我，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样到达新几内亚的，以及在过去200年中，欧洲的白人是如何开拓新几内亚的。谈话始终是友好的，虽然我们俩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2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2个世纪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就是说，他们仍然使用着几千年前就已经在欧洲为金属工具所取代的类似的石器，而他们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威下组织起来的村庄。白人来了，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带来了各种物资，从钢斧、火柴和药品到服装、软饮料和雨伞，应有尽有。而新几内亚人立刻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新几内亚，所有这些物品被一概称之为货物。许多白人移民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新几内亚，白人直到1972年还被这样称呼为主子，而在新几内亚白人主子中，甚至是最无能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也远远高于新几内亚人，甚至高于像耶利这样的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当时拷问我那样拷问过许多白人，而我也曾拷问过许多新几内亚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几内亚人通常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耶利想必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地瞥了我一眼，问我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正像耶利所体会的那样，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的，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所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然而，耶利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不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意见不统一。大多数人甚至不再问这样的问题。在耶利和我进行的那次谈话后的许多年里，我研究并用文字说明了关于人类进化、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5年后撰写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耶利的问题做出回答。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和欧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已经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在后面。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经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大肆杀害、征服，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因此，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地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去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历史。从公元1500年开始，当欧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刚刚兴起时，不同大陆上的民族也已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地区成了一些用金属装备起来的国家或帝国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经呈现工业化的端倪。两个印第安民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统治着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地区被划分为一些使用铁器的小国或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其他大多数民族，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小部分地区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农业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当然，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消灭使用石质和木质武器的部落。然而，
这个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时的那种模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再一次毫不费力地回顾一下更早的历史。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速度成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差异的原因。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已逐步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地区还独立地发明了文字。然而，这些新的发明中，每一个发展在欧亚大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现得更早。例如，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于公元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还刚刚开始，而在4000多年前，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欧洲探险家是在公元1642年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的，那时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比几万年前的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使用的制作技术还要来得简单。塔斯马尼亚人是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这样，我们最后就能用别的措辞把现代世界的差异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例如，非洲的广大地区仍在与近代殖民主义留给它的余孽进行斗争。在其他地区，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鲁、新卡里多尼亚和苏联的许多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社会动荡或游击战争，甚至使更多的本地居民起来反对由外来征服者的后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许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本地人，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和疾病，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现在在人数上已经被入侵者的后代大大超越了。虽然他们因此而不能发动内战，但他们仍然日益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之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尤其是现代世界上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即将消亡，而被英语、汉语、俄语和近几个世纪以来使用人数大大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于耶利问题中所暗含的不同历史轨迹造成的。在为耶利的问题寻找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停下来，考虑一下根本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些意见。有些人见到别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生气，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种反对意见如下：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一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
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做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在这里加一句，这也是我做这个解读中国文化系列读书分享的原因，就是要打破中国文化的毒素的锁链。好，回到这本书。其次，回答耶利的问题，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方法，涉及对西欧人的美化，并念念不忘于西欧和欧化了的美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呢？这种突出地位是否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种短暂现象，而现在正由于日本和东南亚的兴起而变得暗淡下来了呢？事实上，本书大部分篇幅将要讨论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欧洲人。我们不是把重点放在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而是还要研究不同的非欧洲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内部的，和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绝不是要美化来自西欧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们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别的地方的其他民族发展起来，并在以后输入西欧的。第三，诸如文明之类的字眼和文明的兴起之类的词语，是不是传达了虚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人是悲惨的，而过去13000年的历史已经朝着人类更大的福祉前进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国家就一定比狩猎采集部落好，不认为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来换取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国家地位就是代表进步，也不认为就是这种进步为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根据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的印象是，所谓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低，他们的寿命也较长，但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我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耶利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书来回答？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呢？如果已经知道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大概最普通的解释，就含蓄地或者明确地假定民族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在公元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欧洲探险者们认识到世界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广泛差异，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差异来自天生能力的差异。随着达尔文理论的出现，原来的一些解释就按照自然选择和演化遗传有了新的含义。在技术上原始的种族被认为是人类从原相类似的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演化遗存，由来自工业化社会的移民来取代这些种族，正是适者生存的例证。随着后来遗传学的兴起，这些解释就按照遗传学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叙述。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欧洲人被认为比非洲人聪明，而比起澳大利亚的土著就尤其如此。今天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在公开地批判种族主义，然而也许是大多数西方人私下里或下意识里在继续接受种族主义的解释。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仍然有人在公开地提出这种解释，而且是毫无愧疚之感。甚至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当提及澳大利亚土著这个话题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有着某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肯定与白人不同。在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后裔中，有许多人仍然在欧洲殖民时代活了下来，
但现在却发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难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这样的：到澳大利亚来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个以金属工具和食品生产为基础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国家，这一切都是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拓殖的100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土著至少有4万年之久，一直是一些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这是对人类发展的2个连续实验，实验的环境相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澳大利亚土著与欧洲人社会之间的差异是由民族本身的差异产生的，这一点难道还需要进一步来证明吗？对这种种族主义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人类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差异是与技术上的差异平行发生的。事实上，我马上还将说明，现在的石器时代的部落通常比工业化的民族更加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但我们将会在第15章看到，对于建立一个具有上述其他优点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社会来说，来到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对于通常给予他们的荣誉是受之有愧的。此外，直到最近在技术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只要给他们机会，一般是都能掌握工业技术的。一些认知心理学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之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有许多白人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智力上天生的就低于欧洲裔美国白人。然而，众所周知，用作比较的这2个民族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事实是检验智力差异引起技术差异这种假设遇到了双重的困难。首先，甚至我们成人的认知能力也要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而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因而难以觉察先天遗传差异的任何影响。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和智商测验一样，往往都是测量文化学习，而不是测量纯粹的天生智力。不管这种天生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于童年环境和所学的知识对智商测验结果所产生毋庸置疑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做的努力都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视为当然的遗传缺陷。我对这一争议的观点是我和新几内亚人在他们的未受外界影响的社会里一起工作了33年的结果。从我刚开始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通常都要比一般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敏、更富表现力，对周围的事和人也更关心。对有些工作，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反映了脑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脑子里对陌生的环境勾画出一幅图像的能力。在做这样的工作时，新几内亚人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当然，对于那些西方人从小就训练去做而新几内亚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新几内亚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来自偏远村庄的没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在进城时，在西方人看来就会显得呆头呆脑。反之，当我和新几内亚人一起在丛林中时，我表现得连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都不能胜任，如沿着丛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个遮蔽物。在这种时候，我始终明白，我在新几内亚人看来，又是多么的呆头呆脑。对这些工作，新几内亚人从小就接受了训练，而我则从来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这种印象可能是正确的？有2个理由容易得到认可。首先，几千年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治的人口稠密的社会里。在这些社会里，稠密人口中传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等，在历史上是导致死亡的主因，而谋杀则比较罕见。至于战争状态则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大多数逃离了致命传染病的欧洲人，
也逃脱了其他一些潜在的死因，并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数存活的婴儿同样逃过了致命的传染疾病，而且不管他们的智力和携带的基因如何，一样地传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发生的那些流行疾病无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几内亚人传统高死亡率的是谋杀、长期的部落战争、意外事故和在获取食物中出现的问题。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例如，血型为 B 或 O 的人比血型为 A 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关于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可能会比西方人更聪明这一点，除了这种遗传上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费大量的时间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影所提供的娱乐。在一般的美国家庭中，电视机每天开7个小时，相比之下，传统的新几内亚儿童几乎没有机会去接受这种被动的娱乐，而是把他们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从事积极的活动，如和其他儿童或成年人谈话或游戏。几乎所有的对儿童发展的研究全都强调童年刺激和活动在促进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着重指出了与童年刺激减少相联系的不可逆转的智力障碍。对于新几内亚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较优越的一般智力作用，这种影响无疑提供了一种非遗传成分。这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可能在遗传方面优于西方人，他们在逃避对成长环境极其不利的条件时，也肯定优于西方人。而工业化社会的大多数儿童，如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当然，关于新几内亚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条件，没有丝毫可以用来回答耶利的问题。遗传和童年成长的这两个因素，可能不仅区别了新几内亚人同西方人，而且也区别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以及技术上原始的社会成员同一般说来在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成员。因此，必须把种族主义素来的那种异端颠倒过来。欧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他们在现代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许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遗传学上的解释不是对耶利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种受到北欧人欢迎的解释是求助于想象中的气候作用，说什么他们家乡的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许高纬度的这种季节性的多变气候比不随季节性变化的恒定的热带气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也许寒冷的气候要求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更多的创造才能，因为人们必须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缝制保暖的衣裳，而在热带，人们只要有较简陋的住房，并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或者可以把这种论点颠倒过来，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漫长的冬季使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坐在家里搞发明创造。虽然这种解释以前曾流行一时，但它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将要看到，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欧各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没有做出过任何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只是由于运气好，才生活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上，使他们有可能接受到在欧亚大陆较温暖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些较先进的东西，如农业、轮子、文字和冶金等等。在新大陆，
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甚至更是人类的一个落后地区。唯一的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位于热带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通常被认为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新大陆社会，是在公元第一个1000年中位于热带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有名的玛雅社会。对耶利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提出了所谓干燥气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问题。因为这种地方的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这又需要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是因为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也就是已知的最早帝国和书写系统出现在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的玛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鲁的沿海沙滩，水利系统也似乎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密切相关。补充一点，新月沃地或称肥沃新月地带，是指西亚伊拉克两河流域连接叙利亚一带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弧形地区。因为土地肥沃且形如新月，所以有这个名称。这里是上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然而，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也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权，然后才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联系。例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在乡村粮食生产开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带兴旺发达3000年左右之后，尼罗河流域仍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美国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后还是对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起了支撑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许多为社会所依赖的发展成果之后才做到这一点的。而这些发展成果却是从墨西哥引进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仍然被没有农业的部落社会所占有。然而，还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原因，比如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仍然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初级阶段的近似解释。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寻找终极原因，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然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至于在确定欧洲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原因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难题。在非洲这个大陆上，原始人进化的时间最长，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可能也起源于那里。那里的地方病，如疟疾或黄热病，使欧洲的探险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长期的领先优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枪炮和钢铁不是首先出现在非洲，从而使非洲人和他们的病菌得以征服欧洲？同时，又用什么来说明为何澳大利亚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阶段呢？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所出现的问题，曾引起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极大关注。说明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现代例证，就是阿诺德·汤因比的12卷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对23个先进的文明民族尤其感兴趣，这23个民族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他对史前史和比较单纯的没有文字的社会兴趣较少。然而，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史前阶段，因此汤因比没有提出耶利的那种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我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可资利用的书，
同样会把重点放在以往5000年中先进的、有文字的欧亚大陆文明民族身上。这些书都是十分简略地提到哥伦布以前的印第安文明。除了谈到最近与欧亚大陆文明民族的相互影响外，他们对世界其余地区的讨论甚至更加简略。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来自几个学科的专家对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全球性的综合研究，尤其是一些生态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和研究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难题的某些部分的注意，但他们所提供的只是那一直必要而广泛的综合研究的零碎片段而已。因此，对耶利的问题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这种近似的解释是清楚的，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经有了枪炮、病菌、钢铁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其他因素，而有些民族则根本没有过这些带来影响力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终极解释，例如为什么青铜器很早就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出现，而新大陆很晚才在局部地区出现，而在土著人的澳大利亚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仍然是不清楚的。我们目前缺乏这种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因为最广泛的历史模式仍然是这样，原因不明。然而更为严重的是，道德缺口没有得到填充。对每个人来说，不管他是不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至为明显的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情况是不同的。现在美国是一个按照欧洲模式创建的社会，它占有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作为奴隶运送到美洲来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的后裔。现代欧洲却不是一个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塑造的社会，他们并没有把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运入欧洲。这种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这里的情况不是1%的美洲、澳洲和非洲被欧洲人征服，而49%的欧洲被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或非洲人征服。整个现代世界都是由一边倒的结果来塑造的。这些结果必须得到不容变更的解释。这些解释应该比几千年前谁碰巧打赢了某个战役，或谁在某一次发明了什么东西这些细节更为基本。假定历史模式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天生差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公开地这样说是不礼貌的。我们读到了一些声称证明了天生差异的专门性研究成果，我们也读到了声称这些研究具有专门性谬误的反驳意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发生征服和奴隶贩运的几百年之后，有些被征服民族仍然构成了下层社会。我们听说这一点同样不应归咎于任何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应归咎于社会不利条件和有限的机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感到疑惑。我们始终看到的是，所有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持久不变的民族地位差异。有人向我们保证说，这种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的不平等所做的貌似清晰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详尽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释之前，大多数人将继续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终究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写这本书最强有力的论点。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当然，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然而在今天，这种观点已经得不到历史学家们的青睐，它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过分简化的，或者被讽刺为环境决定论而遭到忽视，或者把企图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差异这整个问题看得太难而束之高阁。然而，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由于有几门从表面上看似与人类历史毫不相干的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些学科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生物种的生物地理学。这些学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生物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其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这种学科的多样性，向想要写一本书来回答耶利问题的未来作者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样的作者必须具有包括以上各学科的广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把相关的各种先进知识加以综合。每个大陆的历史和史前史都必须同样地加以综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历史科学的方法。这样的作者必须根据直接体验来了解一系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的太空时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这些条件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求多个作者协同工作，然而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种考虑就规定了只能有一个作者，尽管这样做会引起种种困难。不可避免的是，这个作者为了从许多学科吸收材料，将不得不浑身冒汗，并且将会需要许多同事对他进行指导。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经历已经使我涉足这些学科中的几门。我的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家，我的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生。由于有了我的父亲做榜样，我怀着当医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学业。在7岁时，我还成了一个狂热的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因此，在我大学本科的最后1年，我很容易地就从起初想要从事医务工作这个目标，转向生物研究这个目标。然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的训练主要在语言、历史和写作方面。甚至在决定要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1年还差点放弃科学去做一个语言学家。1961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业后，就把我的科学研究分成2个领域去进行，一个是分子生理学，一个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只能使用一些不同于实验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我写作本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要设计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会有许多困难，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对这些困难了然于胸。从1958年到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的生活曾经遭到20世纪历史的严重伤害，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在历史的展开中，因果链是在如何起作用的。在过去的33年中，我作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现场调查工作，使我同范围广泛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的部落农民和渔民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由于需要用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列出一些鸟类的俗名，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了。所有这些兴趣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非技术性的描述，书名叫做《第3种黑猩猩》。
这本书第14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试图了解欧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在我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明白，我在那本书的第14章中的努力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1972年耶利问我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把问题搬到世界上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罢了。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试一试去满足耶利的，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我不抱任何幻想，以为本书已经成功地说明了各大洲过去13000年的历史。显然，要想在一本书里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真正地了解所有这些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何况我们并不了解呢？至多，本书确定了几组环境因素。我认为这些因素提供了对耶利的问题的大部分答案。承认这些因素，也就是突出了原因不明的剩下的几个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则是将来要做的事。尾声题为《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列出了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包括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许，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大问题是确立人类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这类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一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的确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困难，但这些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也碰到一些同样的挑战。因此，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在人类史这个领域中也可能证明是有用的。然而，我希望我已经使读者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益处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开篇部分，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